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这么一点点。恭喜 T1 吧，最终是以12连胜的 BO5 世界赛战绩，面对 LPL 的队伍，再一次战胜了咱们赛区的 AL， 挺进了4强。其实今天应该早些时候大家看到这个视频，我跟米勒在结束的时候比较动容。我觉得个人2个方向吧，第一是因为确实有点可惜，我觉得今天第4局的 BP 跟第5局的游戏内容，包括这个梅尔也没算到。然后第二，其实当时有一个场边的情况，就是我是本来就挺难受的，然后我看到 AL 的队员离场路过了我们解说席，然后香克斯当时跟我有一个这个四目相对吧，我们面面相觑了一下，然后香克斯当时那个表情让我觉得真的有点难过，因为这一年我觉得我们作为解说跟 AL 其实去了非常多的地区国家，看着他们在台上打比赛，但是这一次我们也知道童话一般的旅程结束了，只能说就像我的解说词一样吧，我觉得竞技体育强调的还是竞技性。T1 确实牛逼，那我相信今天网上有非常非常多分析游戏内容、抒发情绪的视频，咱也就不多说了。那按照惯例，下一个阶段4强了，咱们做一个稍微正经点的前瞻。咱们8进4的前瞻啊，我个人认为大体方向是对的吧，就是最后一场确实这个 T1 我是当时更看好 AL， 但是没有想到真的 T1 迸发出来的这种冠军底蕴，以及最后一局的这种英雄选择跟底牌还是太难战胜了。我觉得2个半区吧 ，KT 真迹那个半区，那肯定是更看好真迹。我个人认为 KT 还是弱化版的真迹，有点这个意思。然后他们在联赛内虽然BO5赢了那一次，但那一次其实真迹的很多人状态是非常差的，而且那一次 KT 是究极爆大中，所以我觉得明天的比赛大概率还是真迹能够进到决赛。那另一边，滔博打 T1， 实话实说，经历了这个BO5。我更看好 T1， 因为我觉得 T1 的进步或者 T1 对于这个版本吃的透彻程度要比瑞士轮更好了。而且他们今天在第5局，我觉得你看一支队伍真正依赖什么，你要看他在危机时刻的选择。那今天第5局明显 T1 更依赖的还是下路线权，这个女明星加艾希加上一个蒙多梅尔的组合，其实这个要求就是都有线权，咱们控龙打自己最熟悉的那一套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其实滔博不是一支我觉得在资源团严谨程度上非常非常顶尖的队伍。AL 已经算很不错了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在 AL 这样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应对 T1 特别好的速龙节奏，那我觉得滔博会更难应对。当然，我觉得 X 因素是69和卡纳维的发挥，因为69我觉得如果能发挥的足够优秀，那多兰的状态是顶不住69的一击。问题了，今天 AL 赢不了。没有阻止 T1， 最烦的就是 AL。其实最难受什么 ？AL 阻止不了 T1， 到底滔博能不能阻止 T1？ 我自认为 AL 的状态是要比滔博好的，我自己觉得。其实这么说吧 ，AL 我觉得今天经过这么久的比赛，经过了就是 AL 经过了这么久的一个就是训练日，他们选手状态还行。没有像去年李宁那样，滔博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统计，滔博和 T1 的对战胜负关系，我记得很低，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，但是我印象当中没怎么赢过，一小局上有赢过瑞士轮，大局我不知道0吗？反正去年是3-0，我知道。去年3-0我是知道，其他我就印象不深了。我记得胜率反正不高，在外战滔博打 T1 的时候，因为 T1 确实玩的挺聪明的，这个队玩的很聪明，这个是实话，兄弟们，这个是实话。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这么一点点。很痛苦啊，夜神，真的很难受啊！就是，尤其你是那种看到机会，感觉已经要赢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最后还是做不到。都是同样的剧本，这个剧本我已经不知道见过无数次了，10几年，每次输飞客感觉都这样输的。而且这把真的是运气差那么一点点，你看小龙拼死拼到对赢了，二塔抢到赢了，对，然后几波残局都有机会赢的，就这个输完感觉后劲儿太大了，现在还没缓过来。太大了。如果他是被碾压，反而没那么大后劲。那这种
就已经80%、90%胜率，但是就差10%被对面抓到了。反正解说完，我跟老管都哭了。我就怎么说呢？就其实输了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，但是确实那个很憋屈那种感觉吧，就感觉哇，这一幕似曾相识，然后经历了无数次，然后这次又一样。对，那个经历真的很难缓过来，而且作为选手，输一把这种局记一辈子，记一辈子吗？记一辈子。你有没有这种局？有啊，哪一局？S6， S6，哦，被看上要后了。对，但那种也是接近90%赢的局。对对对，运气就差那一点。那怎么说？给滔博哥来点建议吧，或者说你觉得滔博有机会吗？做好哪几点？就来打 T1 就选团战阵容，只要选打团英雄，我觉得他们就自打团 T1 也只给你打团，也不给你玩虚的，打团玩好一点能赢。对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还是摆正心态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滔博就实力我们都承认是肯定有的，是的，但心态有的时候会有点着急。然后就做个比分吧，3-2吧，3-2。但我觉得我今天来就说了，我打3-2，你打决胜局，你打 T1 真的不好打。如果要赢3-1吧，对吧？滔博加油，外战看滔博，加油，冲吧，最后的希望了。